家人们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呀，我是丽姐，超欢迎家人们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家人们的订阅。要是故事精彩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喝茶哟。今儿给家人们讲个故事，我这当红娘的听完都气得不行。这事儿说来话长，但真的值得家人们听听，也给想找对象的男女朋友们提个醒。故事得从去年夏天说起，那天我正在店里喝茶呢，一个男人推门进来了。瞧他穿得普普通通，看着老实巴交的。他自我介绍叫阿明，是湖南农村的，今年35岁，一直在外打工。丽姐，我这年纪也不小了，家里人催婚催得紧，能不能帮我介绍个对象呀？阿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。我打量了他一下，这个年纪的男人找对象确实有点难度，但也不是没机会。我就详细问了问他的情况，老家有一栋2层小楼，存款40多万。在广东一家工厂当技术工人，月收入7、8千，条件还可以嘛？那你对对象有啥要求呀？我问道。年龄小一点的，30岁以下吧，人老实本分就行，别太挑剔的。阿明说的特实在，正好那会儿我这儿登记着一个女孩小芳，33岁，在商场当导购，我觉得挺合适，就跟阿明说了说。嘿，谁知道他一听年龄就直摇头，太大了太大了，我想找27、28岁的。我当时就愣住了，阿明啊，你都35了，找这么小的，人家能看得上你吗？丽姐，现在不都流行大叔控吗？再说我条件也不差呀。阿明还挺自信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店里的门又被推开了，进来一位穿着时髦的女士，踩着高跟鞋，拎住名牌包。这位我认识，叫小文，34岁，在银行上班，月薪过万，还有套房。就是条件太好，眼光也高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。丽姐，我来看看最近有没有合适的对象。小文一进门就说。我心想正好，就把阿明的情况说给他听。没想到小文一听就撇嘴，农村的，工厂打工的，不行不行。我找对象要求是本科以上学历，有编制或者做生意的，房子最好在市区，车子得20万以上。阿明听不下去了，直接插话，大姐，你都34了，还这么挑？我看你这找不到对象可不是没原因的。小文立马怼回去，你不也35了吗？还想找27、28的？你以为你啥条件啊？我赶紧打圆场，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冷静点，找对象的实事求是，可不能太理想化，但这俩人谁也不服谁，在我店里吵得不可开交。我这红娘啊是越听越来气，但还得保持微笑，这种情况我这些年见多了。大龄剩男剩女都觉得自己条件好，要求高点也理所当然，可实际上都得放平心态呀。那天吵完之后，小文气呼呼地走了，阿明也没心情再聊，说改天再来。我就琢磨着这事儿肯定没完，果然没过2天，阿明又来了。丽姐，我想通了，在国内找对象太难了。我听人说找外国媳妇儿挺好的，特别是东南亚那边的。听说老挝、越南那边的姑娘特别温柔贤惠。阿明一进门就说。我当时就皱起眉头了。阿明啊，这事儿可不能当儿戏，跨国婚姻风险可大了，语言不通不说，文化差异也大，而且现在骗子还多。丽姐，我都打听好了。我表哥的朋友就娶了个老挝媳妇儿，特别好。他介绍了个婚介公司，说特别靠谱，而且价钱也实惠。阿明说的眉飞色舞，我一听就更担心了。啥婚介公司啊？正规不要多少钱啊？他们说包来回机票，各种手续费用，找个24岁左右的姑娘，总共40万左右。阿明说40万，我差点一口茶喷出来，这么多钱，在国内找个条件好的不香吗？丽姐，你不懂。他们说老挝那边的姑娘特别传统，特别听话，而且年轻漂亮。再说国内的姑娘，你看看像小文那样的，一个个要求那么高，还是外国媳妇好。我看他主意已定，就苦口婆心的劝阿明啊，你要是觉得国内的姑娘要求高，我这儿还有其他条件合适的，你再看看。那些跨国婚介，我听说有不少都是骗局。丽姐，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阿明说完就走了。过了大概2个月，阿明突然来找我，脸上乐开了花。丽姐，我媳妇要来了。啥媳妇？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就是我在老挝找的那个呀。叫妮达，今年24岁，特别漂亮。阿明掏出手机给我看照片，照片上确实是个挺漂亮的姑娘，皮肤白皙，大眼睛，笑起来很甜美。但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，可又说不上来。你们见过面了？我问，没有，都是视频聊天。她汉语说的不太好，但是特别可爱。婚介公司说下周就能来中国了，他们都帮我办好手续了。我心里直打鼓，你就这么把钱给了？多少钱啊？差不多40万吧。
包括彩礼、机票、手续费什么的。丽姐，你放心，都是正规途径，他们公司很专业的。我还想再劝，但阿明已经沉浸在即将结婚的喜悦中，根本听不进去。我只能在心里祈祷，希望这事儿真像他说的那么顺利。后来啊，阿明真把那个叫妮达的老挝姑娘接来了，这事儿在我们这一代还挺轰动的，不少人都来打听，都说阿明能找个年轻漂亮的外国媳妇，真是好福气。有一天，阿明特意带着妮达来我店里，说要请我这个红娘喝茶。虽然这婚事不是我介绍的，但我也替她高兴。妮达确实跟照片上一样漂亮，而且很会打扮，穿着时髦的连衣裙，染着棕色的头发，妆化的也精致。但是坐下来聊天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太对劲。妮达的中文真的很差，基本上说不上话，全靠阿明在那翻译。更奇怪的是，他一直在玩手机，对我们说话都心不在焉的。丽姐，她刚来不太适应，等慢慢就好了。阿明还一个劲地帮她解释。我看着阿明那傻乎乎的样子，心里直叹气，这哪是不适应啊，分明就是个性格问题。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提醒他，阿明啊，你要多关心他，但也要留个心眼。没想到这话说的还真准。过了没几天，阿明就又来找我了，这次脸上的表情可不是高兴了，而是愁云满面。丽姐，我觉得不对劲。阿明支支吾吾地说，咋啦？妮达总是要钱，说要给家里寄钱，这个月已经要了3次了，每次都是几千块。我问他家里是不是有困难，他就说他们那边风俗就这样，女儿要孝敬父母。我一听就警觉了，一共给了多少了？阿明算了算，结婚到现在5个月，光是给他娘家的钱就有7万多了，还有他自己买衣服买包，又花了差不多5万。那他平时在家干啥？有工作吗？他说语言不通，找不到工作，整天就在家玩手机，跟老乡视频聊天。我让他去学习中文，他说头疼，说要等适应了再说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那他有没有啥老乡在附近？来往特密切那种？阿明摇摇头，他说有几个老乡在广州，经常视频聊天。前几天还说要去广州看看他们，我没同意。他就跟我发脾气，我这心啊都快跳出来了。这情况也太明显了，我赶紧问，他的护照你收着吗？没有，他说护照是个人财产，我不能管。我一拍桌子，完了。阿明，你赶紧回去看看。我怕话还没说完，阿明的手机就响了，是他妈妈打来的，说妮达不见了，房间里的衣服首饰都不见了，连阿明放在床头柜里的2万块现金也不见了。这一晃，妮达已经失踪10天了。阿明这10天就跟疯了似的，报了警，也去广州找人，可是哪还能找到半点踪影？那个所谓的婚介公司电话也打不通了，网站也关了。警察同志说，这种跨国婚介诈骗案件最近特别多，很多都是团伙作案。他们专门找一些漂亮的外国姑娘，培训他们一些简单的中文，然后专门骗像阿明这样的大龄剩男。等警察调查清楚后，我们才知道妮达根本就不是老挝人，是越南的。她这些年已经在中国结过好几次婚了，每次都是这种套路，假结婚，要钱，然后卷钱跑路。那些所谓的老乡其实都是同伙，专门负责接应他们逃跑的。阿明这一次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40多万彩礼和中介费打了水漂，后来又给了12万左右，房子也被妮达带人搬空了，衣柜里值钱的东西一件没剩。这事儿在我们当地传开了，那些原本还想找外国媳妇的男人一个个都打消了念头。小文知道这事后专门来找我，说是要见见阿明。那天小文难得放下了架子，对阿明说，其实我们都有问题。我是太好高骛远，你也是太好高骛远，咱们都35岁了，还整天想着找小10岁的，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？阿明听了直叹气，是啊，早知道就听丽姐的话了。我就是觉得找个年轻漂亮的媳妇有面子，结果把自己的棺材本都赔进去了。说实话，我当红娘这么多年，像阿明这样的案例见过不少。有些人总觉得自己条件好，就非要找条件特别好的；有些人觉得国内姑娘麻烦，就想找外国媳妇儿；有些人嫌这嫌那，最后反倒上了当。所以我今天讲这个故事，就是想告诉家人们，找对象一定要实事求是，可不能好高骛远。年龄大了就更得理性，更得谨慎。那些看起来特别诱人的条件，往往背后都藏着陷阱。现在阿明和小文都经常来我店里喝茶，他们的心态都变了很多。小文不再总是挑3拣4，阿明也不再执着于年龄。说不定啊，这2个人将来还真能成一对儿呢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。家人们要是觉得精彩，就请丽姐喝杯茶吧。也别忘了点赞关注，下次我再给家人们讲新故事。最后，丽姐还要奉劝天下所有想找对象的男女，千万别贪图一时新鲜。
更不要被那些画大饼的中介给骗了。感情的事还是得脚踏实地，实事求是。你对别人真诚，才会收获真诚；你对别人挑剔，往往会碰到更不如意的结果。好嘞，丽姐话就说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